在2024年的7月22日，東北的神秘玩车大佬給了我一台32年前賣169萬的凱迪拉克金標伍德，前前後後一共用了3種的運輸設備，才把它安全的拉了回來。這高貴的小立標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炮子，機蓋還有中網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，4個輪子全部都癟茄子了，就連車門都有它的不甘心。車內就是純纯的豪華美系的風格，大軟，並且我還發現在20年前97號汽油也只有3塊多錢，而且這車竟然還保留着93年原裝進口的說明書，還有一些票據啥的。雖然這些東西已經沒有任何的價值，但是它對這台車來說真的是意義非凡。因為我這冬天來了，趁着今天暖和，我要嘗試給它啟動一下，趕在下雪之前，我要給它弄到房後的大庫先放着，等春暖花開再來搞它。這裡面竟然藏了一台純正的美式大 V8，環保你我他，這個5.7排量的標誌完全可以證明它是加油站的戰略夥伴。令我意外的是，這裡面竟然藏了一個我沒有見過的化油器，這大嘴得嘎嘎喝油，這是高壓包分lin器。這套東西對我來說比較熟悉，但是它依舊咬了我的手套。我覺得我有能力可以給它再次的啟動，但它也沒有忘了給我一個下馬炮。我直接的拿掉原來的舊電瓶，給它換塊離式的電瓶試下，看看全車的線路的通電的情況。Les missiles n'ont pas le sang. Dieu vieux fusil de mes ouais. 感覺像這塊電瓶沒有勁兒，有點拉不動它。我給它接塊牆起，再試一下。但是掛上牆起依舊不好用，我懷疑是電瓶的問題。於是我又搞了一塊新的電瓶給它裝上。趁我裝電瓶這會兒，我偷摸告訴你個秘密。我在瓜子二手車買的比亞迪漢只花了9萬多，比新車便宜10來萬，但看起來跟新車一樣。現在新車掉價快，賣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車都經過專業的官方檢測，能試開3天，放心買就行。而且賣舊車還能放到瓜子上高價賣了。總之買賣二手車上瓜子就對了。現在這個新電瓶也換上了，我要再次的嘗試啟動，先別祝我好運了。擰開鑰匙還不如剛才有點大的聲音，這次依舊沒有反應。憑我有限的經驗來分析，要麼它的發動機鏽死，要麼啟動機鏽死，反正得有一個。现在发动机还能弹动，说明问题只能在启动机上面了。请原谅我维修经验的缺少，才这麼個玩意兒，我用了40多分鐘，但是我也發現了問題。就是這個浪呢，它掉了出來，我得想個辦法給它搞回去。
現在這個啟動器已經全部的拆解乾淨，內部沒有毛病。問題就出在這個鑰檔上，這塊應該有個螺絲沙固定的吧，但是它卻用的是葛大號給它粘上了，真是糊弄洋鬼子。接下來我就要順便給啟動器做個徹底的清洗，再想辦法給它裝回去。我把這個糊弄洋鬼子的葛大號給它摳掉，就着原來這個眼兒給它擰上螺絲，這樣就可以固定住那個鑰匙。我真聰明。然後也順便給外殼噴個漆，然後就可以給他們怎麼拆就給它怎麼裝回去就行了。De la vie, il reste quelques soleils gris et sales. De l'Amérique, un drapeau qui perce à guerre des étoiles. De la politique, des idées qui ne brillent pas. La musique. 它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，就这种东西对我来说，纯粹就是小 case， 小卡拉米，可以去装车了。C'est un monde qui disparaît. Les missiles n'ont pas le charme. 祝我好运吧，我要去启動了。如你所見，發動機已經可以丟溜轉了，而且高壓聽聲音就很足。接下來我就要確認這裡面有沒有高壓電蹦出來。我拔下它的高壓帽，我又費了老勁，好歹的把滑塞也拆了下來。只不過這個滑塞並不符合我對美式大 V8的印象，它又短又小。我是第一次見到長成這樣的滑塞。我把滑塞的頭部貼上發動機的鋼體，這樣就可以更直觀的測試點火線路是不是完好。好，這塊已經來電，可以確認電路沒有問題，接下來只剩油路了。我也偷摸告訴你個秘密，這玩意兒的加油口在後排罩這兒，我希望你也要保守這個秘密，別讓那個誰也知道了。現在電也通了，油也加了，但是這塊還沒有出油，我覺得問題大概率是出在後面的汽油泵上，我去削它兩下。不知道你聽沒聽過一句成語，汽油泵卡住的話，可以嘗試敲擊震動油箱，大概率它會有效果的。我操！現在電也通了，油也有了，可以嘗試啟動了，祝我好運。这個發動機終於可以正常的運轉，現在咱倆繼續試車。
这家伙的方向盤是真轻啊！至此，这台32年前就卖169万的凯迪拉克金标伍德发動機，就算是復古成功，等明年春天我再來給它做個徹底的修復。等着我，祝你身體健康，發財。